小哥哥。是毛球跟小红吗？小心！这是什么？是神魔战玉，是一种罕有的空间法器，他们用来封印了这片战场。真是实力不凡，神通不绝，值得借鉴一番。他们周身都缭绕淡淡火焰，那是初步点燃神火的征兆。他们都快要迈出那关键性的一步。毛球什么时候彻底恢复的？小红怎么也在10寸？他们又怎么打起来的？毛球是在柳神的帮助下慢慢复原的，小红是大红带回来的。至于打起来，他们其实见面就打，隔三差五总要打一场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也挺好，他们一打，我们就在旁边观战感悟，对修行帮助可大了。我也战！别的话喘不过气了。这两位看着面生啊。是俺大哥新收的小弟小妹吧？哼，以后就跟着俺混吧。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媳妇儿，这位是我亲弟弟。哎呀，小弟有眼无珠，原来是大哥大嫂啊！呸，是大嫂和二哥。毛球，你啥眼神啊？不认识我了？你趁我失忆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去偷木岩老祖的灵药贝桌，替你求情；你到孔雀蛋被追杀，带你跳进太阴河里逃命。你停！太丢人了，笑死人了！一代神元后人，竟成了个小毛贼！对，简直是不知羞耻！师尊救命啊！这神元怎么看都跟之前大闹宁金门的那一只那么像，同为金色的特殊朱焰，难道是其后人？实力深不可测的柳树，初步点燃神火的朱雀朱焰，这村子也太神奇了吧！来，清风，你替浩儿受苦了，是我们对不住你。以后我们会像对自己的孩儿一样对你。我跟你们说啊，10号啊，3岁还没断奶呢。什么3岁？8岁的时候我还看见过他偷喝呢。再告诉你们一个，小浩小时候掏鸟蛋，被青林英大婶追着跑，他呀是光着屁股回村的。喂，
这就有点添油加醋了吧？哎呀，小浩，弟妹不是回来养胎吗？多笑笑有好处。好吧，你们继续爆料，我去采点梅子给媳妇儿吃。看不出来啊，还真知道疼人呐！啊！小红，毛球，看谁小红呢？什么事儿？我想问，你们争夺的山宝到底是什么？山宝的事儿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毛球，你忘了吗？是谁带你去补天阁吃灵药？是谁带你去鲲鹏巢看海？那是一块以天骨打磨而成的盒子，那是一件至宝，记载有一盖世之法，威力无穷。难道还强得过72变朱雀宝术？不一样，它是专门驾驭神通的法。若是学到手，可组合各种神通，令各种宝术归一，那威力不可想象。知道什么是禁忌经文吗？那就是其一。这也是那些上界的巨头下来所图之物中的一样。这么好的宝贝，那这至宝现在到底在哪儿？原本我得到了，可惜伤势过重，昏迷在巨坑里，然后就想不起来了。来，举杯！哎，10号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，来干一个！再怎么样，也是身外之物，一时想不起就暂时先放放。刘神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今天是我人生中最为幸福的一天。阖家团聚，亲友在旁，本就是人生最为幸福快乐之事。10号，我也为你感到开心。不过，8域还将会有最后的封神一战，你要早做准备。封神一战，还有巨头要再次下界，这次严重吗？有人不满上界的跋扈凶残，要斩尽那些势力中的伪神，而那些上界之人本是打算借天地大劫收割下界后兴盛自己道统的，又岂会坐视不管？自然会下来阻止啊。是谁？你认识？不久前逃出来的不灭生灵。此战过后，将绝地通天，上下两界难以相连。再想下来就不可能了，只能等待漫长岁月后。相信绝地通天后，会有许多新的强者崛起，到那时，这一界才会真正繁盛。只是等到神圣尽显，下次大劫又会再被收割，真不知是好是坏。上界之人肆无忌惮，对8域生杀予夺任凭心意，甚至毫不在乎波及无辜。这态度，连对真正的药田都不如。六神、小岛，如果再有乱子，你们能帮我守护石村、石国和8域的众生吗？自然会帮你，只是此战过后，我便要走了。唉，我也要走了。走？要去哪里？都说了是最后一战，战后自然要离开此界啊。只是具体去哪儿，此时却不清楚。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。你以后也设法去上界吧。我去上界？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何人人都想去上界？还有，为什么你们也希望我去上界？
上界的广袤无垠，机缘无尽，与这大道有缺的巴玉相比，你自觉何处对修炼更有益处？而且你觉得凝金门教主、补天教之主，还有不老天尊等，这些发动大劫的人很强吗？很强。那我告诉你，凭他们的实力，只能探索上界不足1成的区域。那些巨头大能，只能探索上界1成的区域。那其余9成呢？其余9成，自然是无人能随意踏足的神秘区域了。过去只有教主暮年、巨头将死之时，才会去闯那无垠的神秘区域，希冀着能寻得机缘，迈出他们的最后一步。那他们都发现过什么？还记得药都附近的那株药吗？它本是一个可怕的生灵。无尽岁月前，3位将死的巨头共探神秘无疆的区域，与之遭遇交手，最终陨落2人，方才艰难将其斩杀。他神识溃散，才化成此药。直到不久之前，你我不是才知道那药落入了谁的手中吗？还有，上界的白鹿书院、造化书院，这些实力不弱于大教的力量，也曾联合探索那块区域。结果，其中一位修为堪称镇硕古今的院长，以及大批天才学生，不过是因为踩到了丈许长的一节雷击木，便全部喋血陨落。另一位院长死得更蹊跷，他发现一滴散发光彩的水滴，刚接引到手，结果直接将它化成一具白骨，血肉与元神尽融。那神秘区域如此恐怖，若真能寻到机缘，想必也是好处无穷吧。曾有人在那里发现过一枚真龙蛋，如此神奇难测，我也开始想去一探究竟了。其实，太古时，我曾选择过一条路，破生死关，最终曾进入那片区域最深处。什么？里面的情况太过诡异，我并未彻底探明。不过，我在太古宝界追逐那原始之门时，看到里面的景象，与那片神秘区域倒有些相似。难道原始之门可以通往那片神秘区域的最深处？或许吧。上苍之伤，只为超脱。一直没有机会问，那些火焰光团到底是什么？那是3000界，也是他的经历。过去他肯定也曾被人称作神明祭拜，这每一朵火焰都代表他曾交集过的一方世界。大荒也将成为其中一朵火焰吗？若有一天，星空炸裂，乾坤倾覆，无数故人红颜白发，魂归黄土，消失在岁月之中。而你虽世间无敌，却只能独自站在岁月长河上，回首万古，独伴大道，又会怎样呢？陆深，你别吓我。又没说你，你慌什么？哦，如果有那样一位绝艳人物，能无敌于世间，除了我，还能是谁？若真到了那一步，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？有，上苍之上，还有上界。若你真的足够惊艳，走到那等境界，自会感受那种举世茫茫，再难一见故人，只有大道相伴的心境。若最终归于平庸，也就不会有资格品味那种寂寞。无此感悟，问也无用。小子，人生就是如此，没有人能陪你一直走下去。即便以后没有相见之日，你也该明白自己要走的路。我的路，就是实现当初的承诺，了却下界之事，然后去探索这一切的缘起。
能让我的亲友不再受伤害，让下界任何人都不再受伤害。石村的日子还是那么平淡简单，可惜我已长大了，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所以以后保护石村的重担可能要落在你们身上了。出手这么重，怎么动起了手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您放心，他们只是打了个赌，高手分胜负，手下是有分寸的。直接肉身相抗，真是了不起。要知道，朱燕肉身极强，尤其是这种金色的异种。毛球，知道我眼馋你完整的72变，还特意变出一个我来，你故意的。喂喂，恶人先告状，你才是变出来的。好你个毛球，下手这么重，少打！都先住手！浩儿，你没事吧？母亲，我才是真的，他的伤也是变出来的。母亲，我才是真的，不信你看。母亲相信你。母亲，毛球的72变本就能模仿其他人的宝术，它是假的。宝术可以作假，技艺不能。母亲不记得我成亲那天，被月蝉主身打扰了洞房花烛夜？新婚之夜你参与了，那这么说，
当天伺候月禅，那啥的人，也是你喽？那啥是啥？哼，根本没啥，露馅儿了吧？化万千，我得修成自己的天眼才好，总是借助重瞳可不行。王雄，看到了吧？用我的鲲鹏宝术换你完整的72变，你一点都不亏。可我的朱焰宝术是不传之秘，以前你趁我失忆学到一些也就算了。喂，赌约是我能接你3招，你就得教我。现在都多少招了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，做一只没有信用的猴子。何况我还附赠鲲鹏宝术呢。不行！干嘛？食言还打算行凶啊？不是，也不是我不教你，实在是有祖训，我不想破戒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难为你。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教我朱焰宝术，鲲鹏宝术你想学，我就教你。你实力更强，我也能更放心的回石国。你要返回石国？我毕竟是石国人皇，知道有大灾在即，怎么可能不回去守护？我想了想，去12变吧，反正你也会了一些，我多指点一下也没什么，能各取所需，应该也不算违戒吧。好，这样我回石国也有更多把握对抗上界。72变施展之时，甚至可以短暂拥有变化目标的特性与神能，感觉比从月禅那学来的真皇术还要强些。他那个毕竟不完整。小浩，你既与家人团聚，又为何事在这里担忧呢？族长爷爷，我就要回石国了，而且以后可能会越走越远。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师尊的安危。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，应当把我们看作前进的支撑，而不是阻碍。石村在这大荒中，经历多少风雨都挺过来了。你尽管放心，我们在这儿随时等你回家。
父亲，母亲，我突然想到，石国有神灵法阵，只要不是上界巨头亲自来袭，不会有太大危险。可是这里，等柳人离开之后，却需要有人守护。不知父亲母亲能不能替浩儿守护大家？可你要独自面对神灵之战。还有我呢，怎么会是他独自面对？还有我。哎呀呀，还有我呢！我们也去帮小浩，顺便长长见识。对，一起去，一起去，是啊，一起去。走。小塔，你知道柳神去了哪里吗？走吧，柳神说过，大战开启前会去皇宫和我们碰头的。父亲，母亲，保重。儿子长大了，知道不让我们涉险，你我应该欣慰才是。就是这样，我才更担心。若柳神、小塔那样的高手在，都护不住浩儿，你我跟去又有何用？还不如留在此地，免得到时候还需要他们分心照顾。这也能让浩儿更为安全。交托你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今日就是柳神和小塔所说的那个时刻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来吧！这是要将荒域翻过来吗？真是要比之前2次大得多。看来此番他们行事已经完全不计后果了。竟有一具混沌尸！神灵法阵！如此试探，也太过肆无忌惮了。
走我塔山的家伙被我发现了，一会儿还请帮我夺回塔身。自会助你。你若担心自身安危，现在我就可送你到上界，不然此战之后绝地通天，哪怕是头顶那些家伙，再想穿行两界都没那么容易了。我有守护十国之责，何况下界还有太多未尽之事。懂的。黄泉贯通一方领土，这是要化荒域为死界吗？最后的机会，还有何疑问，可一并说出。元始真解上篇，到底该如何修习才能融会贯通？境界到了，自可触类旁通；境界不到，则需寻到万灵图为宜。且若遇危险，那万灵图还另有奇效。奇效？其余你需自悟。真正的敌人即将现身，你准备好吧。是不老天尊的五行身。五行身是一种化身？不，都是真身。有人说不老天尊本是武人，也有人说他掌握五行，布有五命。总之强大无比，难以斩灭就是了。先以破无五行护身之气，斩我而身。一代教主级人物竟能一击而上，这……出去！是你曾灭我一方神国。祖精灵，救救我们吧！你的神国害了我的道统，还我塔山！现在的你，远非我的对手，一战了结吧。好大的口气！刚刚对决，你并未占据上风，好强的威压，根本动弹不得。
神俱灭，恩怨尽了。他神已成无主之物，有缘者得之。都走开！跟你们拼了！呀！别让他们混合。尔等小侄无先行意，那阴阳道人竟重新培育出了打神的神识。好机会，看我射回那小塔！此中超凡，他竟能留掌印于其上。容。等我合一，看谁能奈我何！哼，犯错，复苏了。这些上界巨头攻击的余波，竟有如此威能！法阵被攻破了。让你见识见识新塔神的威力！滚石！异似杀阵！中计了，竟然不惧！诸位，请回上界。天使之门。不要牵累无辜众生，我邀诸位共入此门。
应该没事了。这一次，上下两界莫名死去这么多人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对于上界，你若真想知道更多，可去鹤鸣山参加一场聚会。我累了要休息，去与不去，在你自责。大战结束，这个时候他倒现身了。不灭大哥，你不是要回上界复仇吗？怎么没跟柳神一起走？柳神开启原始之门，我投了一具灵身进去，还没反应过来就陨落其中了。那柳神和小塔怎么样了？他们很强，将上界的巨头打进去好几个，随后才跟了进去。其后的事就不清楚了。相信你们都没事，日后一定会再相见的，哪怕是在上苍之地。刚刚听你和那个女娃提到鹤鸣山聚会。是的，我还在犹豫是否要参与。想去便去，若你去，我可暗中跟随，正好让你帮我个小忙。什么忙？哼哼，钓鱼。上界之前，我首先要让下界无神，就从鹤鸣山开始。师兄来了。师兄来了，是不是想好跟我们去上界了？你在下界修行了10几年，需要蜕变一次才能补全所缺。修我赤环宫的涅槃法最为合适。你对人家有意思，也不要这么猴急吧。师兄，还是跟我们到上界去吧，不然说不定有人就舍不得走了。你又乱说，看我撕你的嘴！谢谢邀请，可惜我执念太深，放不下这里的一切。今日相聚是为了交流心得，印证所学，你们可别破坏气氛。我跟月禅姐姐岂是那么没有分寸的人？只是前一段传言，堂堂补天教的月禅仙子被那小子镇压了。我与仙子是惺惺相惜的知己，怎会在此处兵戎相见？敬仙子一杯。今日突然见到姐姐现身，不由自主的愣了一下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果然是谣言。你的冤屈可算洗刷了呢。是啊是啊，月禅圣女行走世间，皎洁如玉，谁能拒见？拘禁，下界最血贱民，哪怕只是惹得我等不快，也该死。月禅，看我替你斩掉他。
他体内流着我不老山血脉，还轮不到你们民族肆意处置。我还要擒他，去上界领罚。直说了吧，我要杀他，就是为了夺他胸中那块天骨，只是没你们不老山那么虚伪。同样的打算，却非打个领罪处罚的名头。神火，你们并非晚辈弟子，却自降身份来此聚会。本来只想打探一下这天谷所有者的下落，想不到竟能直接遇见，不枉来此一场。再不让开，不客气。2个神都要抓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自然是逃跑喽。多丢脸啊！你堂堂一代人皇，要不把你的镇神珠借我用用，我看看能不能反杀他们。本皇起驾回宫。你走不了。听闻你身怀天骨，令人仰慕，请借宝骨一关。啊，魔魁园的人，上界一方魔主，仰慕就得借你。那我仰慕你的头颅，你能摘下来给我一关吗？这女子气势非凡，看来也是神火强者。又掉出来一个。牙尖嘴利，可惜你没这个实力。说的好像你就有多强一样，不过是个刚刚点燃神火的毛神，跟那2个笨蛋差不多。欺师灭祖之辈，还不自负求饶？区区罪血贱民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这家伙难缠得很，不会这么轻易被抓。这些笨蛋应该是真惹到麻烦了。定。几个伪神，哪来的自信鄙视下界？造化，大补之物，不过少了点10层秘制的调料。左侧的葡萄藤也已点燃神火，要偷袭你。哎呀，嗑瓜子口干了，那棵葡萄藤，分点葡萄出来呗。
你定是仗着什么秘宝灵符，不然怎么可能定住神明？才1颗，太小气了吧？需要我出手吗？暂时不用。我想试试，我跟神火者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来啊，你我决一死战！不是那定身法，定身秘宝用完了吗？那就不要挣扎了，剑不全骨，赎你毒神之罪。这不老攻击的威力增强了。多谢不灭大哥，看来我跟神火圣灵之间的差距的确不小。不必客气。不灭的生灵。自今日起，下界将无神。哎，那葡萄是我的。定。不灭大哥，出手拿下他。我去封神。看来只肯对点燃神火者出手。开个小玩笑，还真是可笑呢。聚会被搅成这样，我没兴致了。再会。告辞，再会。10号兄，就此别过。后会有期。有缘还会相见的，魔帝。唉，一场聚会就出现了这么多伪神，看来肆意妄为之徒还真是不少。8域伪神悉数尽灭，我要去上界复仇。那就祝前辈纵横自在，快意恩仇。哼哼，记着，无论日后你上不上界，最好少提起我，不然有无穷祸患。前辈保重。看来下界之事，我也需尽快了断。已经有灵。他在哪里啊？在你身后。王域即将大乱，持此断剑，他日重建补天阁。彭九，
替我召集失散的同门。陛下，已寻得您的同门。石浩，你终于决定行动了吗？师门遭劫，我虽被他劫取了逐鹿书院栖身，可无时无刻不盼着有这么一天。狱卒早已覆灭，要重建师门，需清算血债。拓跋一族西岭寿山，南陨神山，报血海深仇，除将来隐患。我石浩在此立誓，携同门报仇雪恨，重建补天阁。天地为证，万死不辞。重建补天阁，自灭拓跋世家时。战！石浩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行此灭族之事，就不怕恶名传于海内，让失国根基不稳吗？你拓跋族当年血洗补天阁，杀人越货，寸草不留，有脸跟我谈恶名？受死！神灵法器，你看我这件如何？竟是原始真解碎片。直斩顽抗强徒，放过妇孺老幼，让他们远离修行纷争，做普通凡人去吧。陛下，一个叫金红的求见。听说大哥在附近讨伐，特来求救。求救？哎呀，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我尸山一脉盛名在外，不想反倒被人盯上了。那家伙来我尸山，予取予求不说，竟还要强掳弟子上界。又是上界之人，你我兄弟团聚不易。来，金红，先给我倒酒。我正在敬酒，你不觉得自己无礼吗？我是为了让他提前适应，免得日后不知礼数，给自己招惹灾祸。毕竟等我挑好将他们带去上界，他们要做的可是坐骑。哎，完了，我的形象算全完了。听到没有？拿酒来。再敢怠慢，小心我禀告上界师门，就说你们有意
抗命！看来你在你那所谓的师门地位也不太高啊，也是坐骑或者宠物，还是什么用都没有，就是个废物啊！你敢侮辱上界使者，就不怕我禀告师门？欺负我兄弟，管你禀告谁！好大胆子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收你的人。能挡下这一击，你筋骨挺强悍。我认输。我出身紫府山，山主自号六臂道人。第二次大劫时曾下界，与宁金门发生过冲突，逼得丈六金身亲自显化，才护住了宗门。说你？对，我是紫府山山门外灵池中的一只玄龟。前不久听说师门要下界寻找坐骑，我想这是一个作威作不，这是一个增长见识的好机会，就自告奋勇下界来了。寻找坐骑是吧？看你跑得挺快的，以后当我的坐骑吧。不行，我岁数大了，经不起奔波，更何况还要驮着人。听说乌龟汤大补啊？其实玄龟一族千年万寿，我这岁数正是不怕苦不怕累的时候，还专门学过御风之术，最适合当坐骑了。以后就叫你三黑。这名字太难听了吧？我是说，这名字简直起到我心坎里了。三黑，有没有觉得当坐骑不爽，想逃跑啊？没有，我发誓绝对没有。何况眼看就要绝地通天了，我就算跑了，怕是也来不及回上界来了。哼，明白就好。你们看，这南岳神山号称神隐之地，核心怎么是块坟地？小心一些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小友果然还是来了。此地埋的到底是什么人？神隐之地，埋葬的自然是神。这老者不简单，
寿元恐怕比我都长。你也是上古神明？我历经3次大劫，若真那么不凡，怎能活到现在？那不正说明你的强大与可怕吗？无论当年有多么强大，此时我神火已熄，你们无需那么紧张。已经不算神明了，那你搞得神秘兮兮的干啥？前辈是故意散尽神火的吧？假以时日，怕是还会重回巅峰。我的确是主动熄灭神火，躲避大劫。可神火熄灭后，再想点燃，比初登神位还要难上10倍。此生已无望了。那前辈特意等我，又有什么打算？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，可当初那些人已不在了，而我跟你们并无仇怨。我补天阁的血海深仇，难道只凭你几句话就这么不明不白接过了？这曾经的神隐之地早已没落，如今只剩下这些老弱病残。小友，要难为他们吗？真正的仇人已经遭劫，我又何必迁怒他们？既无当年的敌人在，何必滥杀无辜？只可惜师长们终究无法见到这一切。走吧。小友且慢，多谢小友放过此地妇孺。看小友拥有不灭金身战衣，我这里有黄纹石1块相赠，若能融入战衣之中，可更添其威能妙用。多谢前辈。最后一处仇家，西岭寿山。听说这西灵寿山埋葬的都是太古凶兽神禽，自古以来为荒域阴气最重之地，咱们小心一点。没有什么阴气啊。这正是此处诡异的地方。据说这里有时候阴气滔天，可另一些时候，比外界的阳气还要足。原始真解碎片自生感应，此处还有其他碎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！快看，是闪电果！据说吃了闪电果，能在攻击中增加雷电之威，甚至悟出雷霆法则。
你们看这些果子，好像有些怪异，能吃吗？我来试试。快退！放下那些闪电果！不，那我不是白挨揍了？再不放下，我不带你跑了。好吧，这下放下也没用了吧？太危险了，竟然有闪电虫，超过他们的捕猎范围了。幸亏是幼虫，尚未点燃神火，不然连神都可以击杀。这些闪电果保住了。雷霆之力这么暴力，还没走。既然留下了，就别浪费。这么多凶手，一定是幻觉。也许不是。离开这儿，快！这地方很可能并不存在。什么意思？听说你们巴域有虚神界，是诸神以精神力所构建。这里的情形差不多，是那些凶兽神禽死后残留的意志交织演化而成的。幸亏那些东西只剩下了本能，并无灵智。不一定，你们看，会不会是那些东西已有了灵智，所以自行立碑？这要是那样，那咱们麻烦就大了。太可怕了！埋葬在此处的那些东西，简直强得离谱。太危险了，先退出去。终于明白这些闪电果为什么那么怪了。这地方原来在虚实之间。这么说，更应该服一颗试试，有助于了解此地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得到大道机缘。好东西，里面有雷道法则。是太勉强了吗？别动它！造化机缘哪那么好销售？只有请过去，才能得到闪电符文的大神通，不然不是白遭罪了。我也还想再试试。不对，这东西不能吃。那你不早说！你们真是自寻死路！白虎王，如今是白虎尊者了。你竟忍到大劫之后才突破境界，不然又如何能在此时成尊？侵蚀你和那老鬼的死气，可让点燃神火者隐恨，不要再挣扎了！把他挡住！轮回之力，看到了吧？你若不跟我一起中招，他会主动跳出来。
现在不就不用四处去逮他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区区一团死气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是为了感悟闪电符文，才任由他侵蚀肉身。倒是你，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小辈，任你有再多诡计，境界不到尊者，终究不堪一击。不天阁的老东西，我杀过几个，如今他们的头颅尚被我收藏在山中。今天我还要再取一颗人皇之手回去。可惜，你已经回不去了。短短时间，你竟已真的炼化了闪电符文。守着闪电果不知领悟，还总想着去夺别人家的东西。要不说你就是蠢。你别得意太早。小心，东西冲过来了。距离很近，看来是早有埋伏。是寿山其他王者。你很强，可他们却未必。既要与我对战，又要救护他们，我看你如何兼顾！你们撑一会儿，我先追着那老狮子揍，打趴下一个才能好点儿。无需你克敌，只要尽力护住他们就行。看我先斩了这白虎尊者。好。原来你并没我想的那么厉害。我来助你们！你还有什么诡计？杀了他，为师长们报仇！对，杀了他报仇！别杀我！山中隐秘处有秘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原始真解碎片自身感应，此处还有其他碎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果然，从我们一进山你就盯上了我们。那隐秘处有巨大危险，杀了我，你不仅得不到秘宝，而且必死无疑。可惜有些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。众同们，诸位师长，今日你们的仇，是
局彻底爆了！这么强，你真的从闪电果中得到造化了？石浩，多谢你，没有放过他。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补天阁也是我的师门，尊长们也是我的师长。你还要找那个什么太古遗骨，对不对？我们愿意陪你去。里边太危险了，你们等在外边，我去就回。你要多加小心呐。他们等在外边，你是坐骑，拖我进山。不了吧？真的有原始贞洁。看起来都是太古凶兽神禽的残骨，你想要那块发光的？都要。还记得白虎王的话吗？那祭坛藏有巨大危险。说的对呀。你走前边。你一身硬壳，怕什么？不是吧？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地方没事都很吓人呐，我汗毛都要竖起来了。闭嘴！你哪有汗毛？要不别拿了吧，都是符文已磨灭了的，又练不成宝具，学不成宝术，何况……你怎么躲开了？那么强的煞气，一般修士撞上就直接解体了。我就算有壳，也难保万无一失，当然要躲了。还长那么硬的壳了你？看来那道煞气就是白虎王说的危险了。还是先拿原始贞洁要紧。我怎么觉得还是有什么不对？那眼睛怎么转过来了？我去，那祭坛不停摇晃，是什么要出来了？鲲鹏出世也不过如此吧？难道这地方封印着什么太古巨凶？快逃啊！碰上了肯定形神俱灭了！快想办法挡一下他！你把这块骨扔了吧！现在扔还有什么用啊？完了！你又惹了什么人？怎么搞成这样？魔魁子，这么逆天的东西当零食吃，你是一方至尊的后代吗？少废话！送给我的，借给你的，看看就还给我。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。
不是嘛，还不放过？我到底为什么要下界来逞威风？不是，这是下界来长见识啊！我想回上界凌迟啊！这是什么怪物？竟想突破小世界！原始真解上篇，到底如何修习才能融会贯通？境界到了，自可触类旁通；境界不到，则需寻到万灵图为宜。且若遇危险，那万灵图还另有奇效。赌一把，万一这就是万灵图呢？说不定那所谓的奇效，真能救命。你看，瞎折腾，他啃得更起劲了。好神秘的力量。你可算平安回来了。昨天夜里整个西灵界震动，我们都担心死了。想去找你，又怕实力不足，反倒拖你后腿。还好没事儿。不过以后，你们私自可别再来此处。补天阁血仇已彻底清算，隐患也全部清除，咱们可以重建师门了。他在哪里啊？就在你身后。别缠我，别缠我呀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得抓紧时间，做好修炼前的肉身准备，哪儿也不能去。原来是你！我早该想到你。贵爷，当日你说让我执子断剑，重建补天阁。今天只好率众同门践行此诺。我指引人寻得了当年的神藤种子，这是我留给你最后的礼物。是神藤，麒麟大人在天有灵，佑我补天阁。麒麟大人在天有灵，佑我补天阁。清风，为师门复仇，我带了萧天他们，却没带你去。你可知为什么？因为清风修为不足，小哥哥担心我的安全。其实不光是这样，还有就是，我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，才不断助你修行。
更让彭九抓紧时间，把一切都尽快交给你。这是近来炼制的小涅槃丹，能助王者突破尊者境的至宝，给你一枚，助你日后提升功力。我自留一枚，其他的也交给你。你可再培养几位尊者，若还有富裕的，就留存在宗室宝库之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样我去探索道路期间，也可保时国无虞。另外，这是我洗炼净化过的闪电果，可助你打下日后突破雷道极限的根基。多谢小哥哥。清风的修行进境如何？清风公子聪慧善良，无论是酸泥宝术还是治国理政，都很聪明。只是清风少爷似乎心肠太软，性格略显柔弱。若陛下想的是那件事，清风少爷或许可以做好，但必定不会快乐。清风幼年时曾带我受苦，我只愿他快活一生，守护时国这样的担子，你可还有别的人选？秦昊少爷倒是性格坚韧之人，同样天赋出众。如今他已至5相之年，同样天资超凡，绝艳当世。你若在此修行，可以让他暂带你入主十国皇宫。弟弟，你若真能一心以十国万民为念，我又何惜这区区皇位？陛下，秦昊少爷留了封信给你。哥哥，我有要事，需速返不老山，就此别过。哥哥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这祭坛需汲取大量生命力维持。你也到了。若不是你哥紧急传信，我们都不知你的动向，为何突然不告而别？父亲母亲，你们该知道的，那至尊涅槃计划终于要启动了。至尊涅槃计划，不老天尊曾进入上界神秘区域探索，历经9死1生，得到了一块虽已离体万年，却依旧存有生命气息的仙果。正好这时，被弯骨的你重新崛起，不老天尊便觉得，你的血脉或许就是复生那块骨的契机。是你的血脉，未必就需是你本人。这才是他们当年劝说我们生下你的目的。那不老天尊既然想要这块仙骨复活，以得到其骨纹，为什么不移植到自己身上？求仙骨骨纹是为了长生，可如今天尊血气渐衰，若是承受不住，弄不好反倒会形神俱灭。他自己不愿犯险，你倒替他火中取栗。骨纹可以让他知晓，可那块仙骨也会让我实力大增。努力修炼下去，你的实力自然会增长，何必要借助这些不可把控的外物？你有你的道，我有我的道。你不懂，此事也与你无关。你也无需担心，无人可借此法阵下界。可此事毕竟祸福难料。若祸福皆可料，完全没有自主的空间，人生才绝望。正因祸福难料，才能命运自责。父亲母亲，海阔天空，弟弟的路
就让他自己闯吧。这枚闪电果给你，若是日后学习雷法，会有极大好处。好。有父亲母亲在此陪着弟弟，我也安心一些。浩儿，你要回去。我毕竟是时过人皇，不便久留此处。父亲母亲，我这就去了。哥哥，我知你欲问那不灭生灵的下落，我特意询问过，他上界之后一路横行，惊动了一些太古一战后便蛰伏不出的巨擘。最终虽击杀了2位仇人，可自身也遭重创，逃进神秘区域去了。上界不断染指下界，我也需找到能进一步了解上界的办法。何人放肆，动摇天地法则？是我，我有一事请教，请问这虚神界可有连通上界之处？这是你的问题，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哎，真是小气，多一点信息都不肯给。切，他不肯透露，你可以换人问问嘛。500万金币给你指条明路。又是你们俩。真的？不过我听说你们逢人便讲我是你们徒弟，还打着我的名号卖了好多什么小时试炼法、小时修炼手册。500万金币的事放放，来，咱们先好好算算怎么分账。啊？你都说是咱们了，还分什么彼此？说什么分账？不分彼此。你们还问我要500万金币？你不就是问连通上界的地方吗？免费告诉你，免费。对，以你而今的成就，将此地的种种记录一路破去，自然就可以寻到方法。真的？当然，我们从不骗人。我骗谁也不会骗你。生命力的记录，1000年前妖夜留下的记录被打破了。六道保持了3500年，猎阵王者境入神记录也被破了。我是谁？两位，两位，这记录要破到什么时候？够了，已经足够了。你要找的地方，在虚神界终极地。为何刚刚不说？不是说了，你只要不断破记录，就能知道答案。我们这不也是刚想起来吗？你们到底是谁？谁知道？开！那边就是一条天路。我们也能登上那条天路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天路危险崎岖，又净空只能步行，一步走错便会万劫不复。陨落后照样是回现实世界，
不过就是得休养几个月。你加油。自从踏上这条路，就像是有一座无形山岳压在肩上，整整3天，方才走到尽头。那扇门后，莫非就是上界？哼！又是封禁法阵。大凶！妖怪，是天仙！我还是人皇呢。这条路到底通向哪儿？你不知道，看来真是从下面爬上来的大凶。已经几万年没有大凶爬上来了，本仙运气真不错，这就将你抓回去，收为坐骑。你就不怕被抓回去当坐骑的是你自己吗？这铜雀坛会压制修为，进入之人皆在同一境界。可你来自法则不全的下界，同境对战，怎会是我的对手？哼，这话该我说。同境界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那我更要试试看。坐地成尊。近身搏杀，我还没怕过谁。这家伙肉身这么强，肉身强横，一定是罕见的新手。不拿出点真本事，还真抓不到你。神剑术，来得好！是。差点让你唬住，你并不是肉身强大，而是所修的宝术特殊吧？看出来了，这是我修成的天仙光，万法不侵，可让我肉身不朽。我名凤舞，来自天仙书院，你这么强大的大凶后代实在难得，我愿意想办法将你接引到上界。那我就同门中最好的坐骑了。还是你来当坐骑吧。是个初代。喂，别跑啊！我还有事问你呢。石头，快救我！那石头看着不是凡物，不行，不能让他跑过去。别挣扎了，我封印了你的神通。不过你最后眉心发光那一下，虽不及施展出什么招式，可气势也很惊人。那是什么秘法？想套我的话，做梦！修肉，你给我记住，将来我仙院的凤舞一定会报你今天偷袭我的大仇。这是直接冰结返回现实世界了，要命！
什么也没打听出来，反倒先结了个仇人。没办法，继续前行吧。刚刚那凤舞曾对石像呼救，还是试探一下为好。这真的只是石像？啊！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拿着凤舞的法器？这个呀，他送给我的。他还说过，这有他好多朋友，让我有事儿就找你们打听。大兄，你想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饿了。我问什么，你们答什么，就不吃掉你们。那黄剑门后是什么地方？是灵界。灵界？上界太古众神以精神构筑的世界，唯有灵石可以进入，故此被称作灵界。那门口的石像又是什么？那是灵界守门人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已经寂灭了，只有神火还在跳动。你们一见这剑就认出是那凤舞的法器，他很有名吗？凤舞很可能是位初代，在天蝎州这片区域，同辈称王，号称不败，所以我们才都认识他的法器。听说有下界大凶出现，看我火云洞将其镇压，带回去拷问大凶宝术。你这出场的鬼样子，还好意思说别人是大凶？他们火云洞虽非最强种族，可凭特异的御火之术，收拾一个下界大凶，肯定绰绰有余。那咱们快走，耽误了时间。火云洞的强者已镇压了大凶，咱们就白跑一趟了。哎，打完了没？这自燃也太快了吧！我就想跟你们好好聊聊，至于吗？快来人呐！下界大凶把火云洞强者斩了！这下没事了。有高手来镇压了，下界大凶，休得猖狂！多谢道友救护。
我名真伦，特来领教一二。名字的真伦，我听说真古号称天祖神人，是真正的初代。这真伦虽没有那天赋，可也同样强大无比。毕竟是真古的胞弟，号称灵王。我名昊天，正希望有位强大的对手，请。请赐教。好，肉身之强，世所罕见。不如再比比各自的宝术。雷电之力，有意思。为何只是退避，却不反击？你的实力应不止于此。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宝术——朱雀四击，进步。真皇宝术，你这功夫若突然袭击，的确挺厉害，可惜只是偷袭手段。金刚眼中洗礼成就的金身，居然被攻破了。这不是传说中真古的天赋神术吗？这是你们灵族初代的天赋神通，能刺伤我的肉身，了不起。不，我的凝血战矛比哥哥差得远。下界法则不全，你竟能修炼到这样的程度。你也不错，是第一个让我受伤的人。败军之将而已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火金族的藤一，火金族，一个吞金食火的种族。吞金食火，有点意思。藤一可是一位真正的初代，在太古前就号称10大种族，传承至今还是那么强大。因为火金族特殊啊，听说他们的人虽为同族，可却形态不一，或为神藤，或为大树，甚至还有各种人形、兽形，只是都以火焰金属为食，强大无比。听说藤一原身为神藤，就是他们如今最年轻的至尊，曾经横扫10万圣山，拜进各路强者。这下那大兄算是完了。看来的确是个真正的高手。有醉血生灵，
自下界攀上铜雀潭，我特来降服。你太过目中无人了。你很强，强到超乎我的意料。可惜越是如此，越不可容你在此肆行无忌。至月神印，日月神印，想不到现如今还有人会这种宝术，传说中的镇压万物之术，竟然重现了。以阴阳之力对阴阳之力，这两人竟都掌握了如此大神通。能杀到这铜雀潭，连败数位高手，的确不凡。小心了！我金宝偏印，不是传说早已失传了吗？竟能同时演化出不同种族的宝术，这宝瓶印神通太可怕了。不是完全的宝术，只是部分奥义，尚可对付。你这真皇宝术跟真的比起来，破绽太多。鲲鹏法，去！你很强，可惜还是上当了。糟了，他刚刚宝瓶印施展的种种宝术，皆千秋颇多，难道只是诱敌之计？业火可点燃人心中之恶，让人形神俱灭。只要沾到身体，必死无疑。如此荼毒肆虐，
若业火真能焚烧罪恶，该被净化的也是你们。万法不侵，业火无功。他难道并无罪业？同归于尽吧！你不配！不会这么不过瘾吧？真正的初代就这么两下子？啊！唐一连施秘法都不是对手。这样的重伤也能自愈？跟那重瞳家伙一样抗揍，可惜靠做沙包是打不赢人的。应该还有未施展的秘法，气势又增强了，终于可以见到上界真正的战力了。果然。阴阳逆转，混沌气，彻底悟透鲲鹏宝术才能释放的混沌气。听闻唐一威震10万圣山，自出世以来，别说败绩，就连平手之局都从未有过。经此一战，这下界大凶无论如何都足以震动灵界了。自然号称初代，正好借机验证一番上界的实力。没必要浪费时间，让我看看你的至尊术。他因是以禁忌之法在灵界横渡，短时间内从10万圣山赶到此地与你对决。此时禁忌之法的时效就要到了。既不能全力一战，要你又有何用？我定要亲手镇压你！无法发挥全部实力，就干脆别打，真扫兴。你如此折辱藤一，他必定不顾一切再次降临，与你决一死战。倒希望如此。不过他要是不来，听说你家兄长也是实力非凡，你可愿助我约其一战？我家兄长也愿多与各方高手交流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他们张嘴大凶，闭嘴镇压，只是欺负咱们这边无人呐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得打进去给他们个教训。对对对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若实在无人愿意为咱们出头，
你我哪怕活出这把老骨头，也不能让人看不起。2个老家伙，用不着你们撺掇，我也会进去看看。啊！你敢进黄金门？喂，可还有人愿意与我一战？有人愿意与我一战？这大雄无人压制，不会真要闯进来吧？可还有初代至尊在此，出来一战！好像过来了。再无人出来应战，我就要进去了。他就冲进来了，快跑！去那边躲一躲。他这是放过咱们了？应该是让咱们自己冰解吧？啊，那岂不是要养伤好几个月？这就是灵界，果然更富生机，其仙音灵动，也比虚神界更适合修行。时隔万年，又有大凶进入我灵界。听说他们嗜血好杀。你们可愿谈谈？我……警告你啊！无数高手正在赶来，我劝你，劝你。来人再多，怕也来不及救下你们吧。我们宁可自斩，也不会任你羞辱。自己吓唬自己，至于吗？孽障，竟敢如此成凶，诛害人命！看我降妖伏魔！又是你们宁静门！还能降妖伏魔吗？大圣上上界了！快跑！我问你，我若真被你在此收服，那我在下界的肉身怎么办？哼，休想探听上界之秘！好，那你也别怪我不给你自斩的机会。哼，你敢威胁我，整个宁静门！不回答就永远闭嘴吧！开始接引。是的，在此收服你后，还需寻到你的肉身。在灵界，哪怕是你们这些古教，也无法让我肉身上界。正是，灵界毕竟是精神构建的世界。明白了，可是我这就打算放了你的，怎么自斩呢？看来这里只能助人了解上界，并非上下界连通的真正通道。继续深入也没意义了。青仙前来领教，真骨应运，前来一战。你小子别跑，咱们再战。2个老家伙又骗我。
所谓的连通上界，就只是精神世界连通，肉身却上不去。那时间久了，岂不是要肉身枯寂？哎，你又没说过必须肉身飞升。就是，那地方的确连通上界，就跟虚神界连通下界一样。少废话，给我这种误导信息，咱们还得算账。这小子又要跟咱们算账，咱们就别在青铜门这傻等了，快跑吧！就算追到初始地，也不能让你们跑了。这两人在此处，竟能施展旁人所不能的手段，看来他们与这虚神界关系匪浅呢。差点让他逮着，幸好他以为你我是在青铜门对他传音。大雄，站住！快来再决胜负！咱们快跑！走！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，你我就此杀下去！有强者追下来了，都是你惹的麻烦。要不开辟一个牢笼战场，找几个人跟他们打？哎呀，算了，下界极弱，对抗不了那些人的，一边倒的杀戮，何必呢？你们两个老家伙，果然跟他是一伙的，一同镇压！镇压我们？闭合！竟可操纵这两扇青铜巨门，封锁两界通道。难道你们两人就是构建虚神界的古神？想不起来了。应该不是，只是感觉自己的真身应该在上界。那样的话，你们的肉身岂不是早就枯死了？除非你们有不死不灭的境界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这干嘛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，怪吓人的。别转移话题，现在说的是你们的身份。我们的身份不重要，你的奖励才重要。要不是我们指点你跑了这一趟，你能得到这个？青铜宝书，怎么样？不吃亏吧？9块，你都有9块了。我自己的10亿的，以及当初战胜10亿所得的奖励，共有8块，再加上今天这块，的确得到9块了。应该是10块才算齐全。看来你虽然进入了灵界，可走得不够远呐。走得够远就能集齐？你们怎么不早说？如果我真身进入上界，从那边进入灵界，再从黄金门走出来，是不是算走得够远了？那是作弊。看来是不死心呐！你到底惹了什么人？让他跑了！我可是耗费了无数灵药，才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并且自斩的伤势，气死我了！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弟真人说，那人自称是昊天，宝术玄妙，是难得一见的天才。看来你在上头闯出名号来了。以后我们俩有机会，说不定能入灵界，给你收2个师弟回来。耶！
又有新故事可讲了。恒久，陛下，上次你说清风性格软弱，看来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。那你说，这皇位到底传给何人为好？陛下，只怕十国万民离不开陛下的守护。我想搞清楚上下两界到底为何会有种种纷争。还是必须亲身前往上界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无法兼顾十皇的守护之责。传令下去，明日朝会，十国亲贵都要参加。诸位，考虑的怎样了？这次不同以往，送下界者须是点燃神火的强者，而且此去也不仅仅是数日，甚至数年时间，而是若不成功，必须一直留在下界。这就需要你我战天意，让他们得到大道认可。战天意必受大道反噬，令人难以下定决心呐。那你们就甘愿彻底失去元始真解超脱篇和其余几样大造化？就算不为那些造化，你们也不要忘了，前不久还有大凶杀入灵界，震斩我上界数位初代天骄。你们就不怕他得了那些造化，成长为你我的大敌？我已问过参战之人，那小子不过是个区区列阵境的修士，你也不要太过危言耸听。哼，危言耸听？我很怀疑当日自称昊天的大凶就是那勾结不灭生灵的下界人皇。若真是此人，不要说列阵，哪怕只是洞天般血，甚至是普通凡夫，也绝不该容他活下去。既然如此，我愿付出一些代价，只是具体如何破戒，诸位可有想法？我冥途有一接近至尊级的虚空兽骨架，可以破戒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去准备天国血祭。此次寻造化尚在其次，斩杀那下界大凶才是当务之急。守护十国，爱戴百姓，何人可担此重任？陛下，您可还记得，您登基为皇，能得万民推崇拥戴的原因？是您在内忧外患之际，内肃叛逆，外御强敌，修复守护皇都之法阵，广传护国宝术于万民，这才得万民臣服。若您一旦退位，让臣等一时之间到哪里去再寻一位能得大家一致拥戴之人呢？我的确有一件大事要去办，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。长老前辈，不要再劝了，还是商量商量四位之君的人选，这也是为十国做长远打算。19殿下，要不还是你来？陛下不可，我又无大功于国，怎能再起染指皇位之心？那您给我推荐个人选。若说陛下之外的人选，我想唯有一人有此资格。是谁？混天侯石恒。是啊，陛下，混天侯一直为国镇守边疆，
后来又助陛下平叛御敌，有大功于国，应可做后继之君。混天侯虽表面不羁，可却是胸有乾坤之辈，又兼年富力强，未来尊者可期，的确是个人选。我曾听师尊说过，在陛下与冲通十翼崛起之前，老皇也曾考虑过他。我会认真考虑。报陛下，混天侯急报，西疆大乱。西疆，混天侯，吞天阙在线，已吞噬1000万生灵。急报，吞天阙又吞噬了1000万人族，即将点燃神火，求陛下速速派人来援。吞天阙，该有个了断了。我看这吞天阙也许已点燃神火了。这胸前如此疯狂杀戮，应是如混天侯所说，正在吞噬血石冲击神境。你为什么觉得他已尽齐了？既能躲过天地大劫，又选择在天下无神后才尝试点燃神火，可见这凶禽生性狡诈。既如此，他在明知你已成人皇，甚至借小涅槃丹之助，已在国中培养出数位尊者的情况下，仍然如此凶狂，不惜暴露自己，惹下如此杀业，肯定是以无惧尊者们的为杀了。所以我判断，他肯定已点燃了神火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此事另有隐情，咱们整个判断的基础就不对。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也许我不该带你来西疆的。重建师门之战，我因修行未成没能参与，如今正好借此机会印证所学。好，若不能在实践中印证，所谓懂得学会都毫无用处。能想明白这个道理，清风，你真让我刮目相看。陛下，你可算赶来了。你我之间无需多礼，说说具体情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陛下，里边请。臣初次发现问题，是在大约10天之前。那日我率部下外出巡视，依惯例，当夜本应在西界城过夜。大家加把劲儿，进城好好休息一夜。嘿嘿，是啊，进城之后好好喝上2杯，舒舒服服睡一夜。不对。城门前怎么好像无人值守？城门洞开也无人出入。大家加强戒备，跟我进去看看。是。臣率军士在周边探查，发现城中炊烟袅袅，茶楼酒肆之中食物尚带余温，只是满城百姓全都不见了。你是说，只是那城里血肉之躯凭空消失，可除此之外，环境却未受一丝干扰？微臣正要说及此事，当时，臣发现情况有异，当即率领军士连夜赶赴最近的下一座城市。谁料尚未到达，那吞天阙就真正现身了。是老九发的敌袭信号，咱们赶快过去支援。老九，大家请进，有危险！后来，只有微臣凭借微末修为拼死逃出。同袍兄弟们
却没能逃过这一劫。后来统计，只那一劫，吞天雀就吞噬生灵不下1000万之巨。微臣这才将消息急报陛下，可同时，那畜生行事也越来越无所顾忌。陛下赶来之前，这短短时间，怕是又有不下1000万生灵遇害。就是说，除你之外，其他亲历者都已死去了。清风，混天侯伤感同袍之事，有什么疑问，明天再说吧。陛下恕罪。想起了那些陨落的同袍，石恒悲伤难以自制，有些失礼了。既如此，就请陛下在此安歇，明日石恒再来拜见。混天侯也无需太过悲伤，为国尽忠者，我石豪绝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。至于那些戮害我石国同胞者，无论是谁，我也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感觉混天侯的表现有些奇怪，他连遭变故，心中有事，与以往有些不同，没什么奇怪。我知道此事有意，且静观其变。早些休息吧，明日还有大事要办。点燃神火的生灵，既看出来了，还不赶快受死！果然不是吞天雀。没想到你倒是机情，可惜有神明在此，再怎么挣扎，也只是枉费心机。你也配称神？刚刚点燃神火，连称伪神都勉强。我问你，西疆这1000万生灵，都是你屠戮的吗？不只是我，不过我也吞噬了不少。伤我石国1000万众生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你区一个蝼蚁，在神明面前又算得了什么？看我吞了你，再将你那至尊骨献给主人！还有主人，清风，怕不怕？怕，毕竟是点燃神火的生灵，怎会不怕？可我知道，怕也无用，必须反抗。好，我甚至彭九都以为你软弱，看来其实你是坚韧。你真让我惊喜。咱们先干掉这大爬虫，看看它的主人出不出来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说我是爬虫？你这句话吞了你后，我还要去杀尽十国众生。爬虫就是爬虫，就算点燃了神火，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。你看不出我根本不怕你吗？也不想想，我有什么倚仗？你一个卑贱的罪血，就算有什么后手又能怎样？你再辱我，我要让你知道毒神的下场。小红，你的点心来了。点燃神火的飞蛇，打不住啊！味道不错，有助于我巩固大火。你一直藏在他身边。得到吞天雀可能点燃神火的消息，我怎么会不提前做些准备？
救我！主人救我！